曾经引以为豪的北方第3城青岛，如今却沦为了楼市的失控之城。触目惊心的成交数据和不断下探的房价，无情宣告着这个城市楼市救市的惨烈失利。在全国楼市整体呈现弱小阳春迹象时，青岛依然难逃寒冬的命运，整个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下跌的困境之中。根据克尔瑞的最新数据，3月份在30个重点城市中，虽然整体成交较上月有所增长，但大多数城市的成交量依旧未达到去年3、4季度的平均水平。而作为弱2线城市的青岛、昆明、福州等，由于之前的需求大幅透支，如今仍然处于深度下跌期，成交量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。而在这个失控之城里，惨淡的成交数据令人触目惊心。数据显示，3月份青岛新建住宅成交仅45万平方米，同比暴跌 67%。从整个一季度来看，青岛新建住宅累计成交更是仅有117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高达 55%， 创下了近年来的最低成交量。另据卓易数据统计，截至3月30日，今年青岛新建商品房成交仅14601套，同比下降惊人的 40.17%。而青岛本地企业瑞里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悲惨现状。数据显示，整个一季度，青岛共卖出14936套商品房，约200.85万平方米，同比更是直接减少了 38%。更为关键的是，成交均价也同比下降了 2%， 可谓是量价齐跌，陷入了深深的泥潭。从这些令人心碎的数据来看，青岛楼市的成交量正处于近年来的最低位，甚至与2016年以来的水平相比，都可以说是腰斩般的惨烈跌势。毋庸置疑，这是一场真正的房地产寒冬。即便是青岛方面再次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措施，但依旧难以遏制住跌势。2022年9月，青岛收缩限购圈，除市南区、市北区外，其余地区全面取消限购。去年6月，更是将非限购区域的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 20%， 二套房首付比例也下调至 30%。到了9月，青岛更是全面解除限购，开启了裸奔模式。但这些大招换来的结果依旧是徒劳无功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青岛商品房成交面积1391万平方米，同比下跌 9.1%， 连续3年下降，成交金额2017亿元，同比更是下降 11.6%。而令人绝望的是，2024年的跌势依旧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。那么，为什么青岛的楼市跌势如此难以遏制呢？主要有3方面原因。首先，青岛的商品房库存量实在是太大了。2022年全年，青岛每个月的商品房库存量一直居于全国第一，即便到了今年3月份有所下降，但仍高居第4，达到了1358万平方米。虽然有所降低，但巨化周期依旧惊人，高达 34.9 个月，远超住建部和自然资源部划定的警戒线，房价下跌压力依旧非常大。不仅如此，青岛二手房挂牌量更是突破了12万套，远超过去1年的二手房成交量64978套。这意味着，即便二手房挂牌不再增加，也够卖2年的了，简直就是房子多到没人要的局面。其次，青岛的刚性需求基本已见顶。根据数据分析，青岛现有的总住房存量已经可以基本覆盖全市的城镇人口。1994年，青岛城镇人口约100万户，1995年至2021年新增住房约250万套，加上历史存量100万套，再算上近几年大量的空置房和期房，青岛的总住房存量至少有400万套左右。而按第7次人口普查，青岛现有1000多万人，365.7万户，这就意味着青岛的房子已实现全覆盖，根本不缺房子，反而空置率很高。更有甚者，2012年青岛就有 78.7% 的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，
这个比例如今肯定更高了。可以说，青岛的住房刚性需求基本已见顶，这无疑是拖累楼市的一大重要因素。最后，宏观大环境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。进入2024年，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依旧低迷，百强房企3月份的销售规模较去年同期下降 45.8%， 一季度更是同比下降 47.5%， 创下近年新低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，楼市下跌压力都非常大。可以说，青岛楼市的跌势并不是个案，而是整个行业所面临的共同困境。从新房到二手房，无论成交量还是价格，几乎所有数据都在呈现下滑态势。这意味着这场寒冬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惨淡的成交数据固然令人触目惊心，但更令人绝望的是，青岛楼市的房价也在持续下探，呈现出一片惨淡的景象。数据显示，3月份青岛二手房成交面积为 49.1 万平方米，同比下跌 35%， 而一季度二手房成交更是达到了125万平方米，同比下跌 18%。 在价格方面，二手房更是如同过山车般上下狂飙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青岛二手房价格同比下跌了 4.8%，而贝壳数据的最新数据更是令人心惊肉跳。3月份青岛二手房均价已跌至 1.56 万元每平米，与上年同期相比，均价竟然下跌了近1成。要知道，青岛房价的历史高点还曾在2018年6月达到 2.52 万元每平米，如今已经跌去了近4成，这简直就是腰斩般的惨烈。与此同时，新房价格尽管受到限价的阻挡，跌幅没有二手房那么大，但也依旧在下行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2023年青岛新房价格同比下跌了 0.2%， 这与二手房暴跌 4.8% 相比还要好一些。但根据专家的分析，1、2线城市的新房价格没有普遍调降，可能是开发商的调价响应机制较慢，但如果成交量起不来，后续开发商必然会做出应对。这意味着未来新房价格也将步入下行轨道。总的来说，青岛楼市如今已陷入了失控的绝境，就是再次宣告彻底失败。究竟还需要多长时间来走出这场房地产寒冬，恐怕连专家也无法做出准确预测。高盛的数据给出了2种可能的结果，以美国为参照，中国房价还需要3年的下跌周期，而以日本为参照，则需要长达17年。不过，这种预测仅供参考，毕竟中国与美日两国的国情差异巨大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个下跌周期绝不会短暂。管经友的分析同样指出，各类房产已经普遍下跌，3、4线城市房价基本腰斩，1、2线城市跌幅也达到了2、3成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一线城市，房价下跌的态势也不可逆转。对于广大购房者和投资者来说，在这个漫长的下跌过程中，他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因为眼下的楼市已经不再是一个金元宝般的存在了。青岛的惨烈遭遇，无疑已经成为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一面镜子，映射出了整个行业正在经历的深重困境。